你们快把公司霍没了。老板说了，年轻人不要计较得失。我们加完班管老板要加班费吗？老板不给，就说的嘛，年轻人不要太计较得失。老板说的对呀，年纪轻轻的事业心不要那么重，你给公司挣的又到不了你手里，一个月几百块，你玩什么命？涛哥，这么不干活，老板能行吗？还干个屁，玩就行。咱老板不是那计较的人。老板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呢。之前大家都忙着加班给公司赚钱嘛，现在想来确实是肤浅了。你加班，剩下的尾款不用给我们结了，我们真不差这点，不计较。还得是你悟得快。反正老板不计较得失，我们得向他学习。涛哥，我们谈合作了。你一点都不开窍，你介绍对面公司去，告诉他对面公司比我们良心。快去去去！你们这么做经过老板同意了？那老板说的不要计较得失啊，我们表里不一不是违抗军命。哎，大爷，你干啥去？电话说门口进小偷了，我去看一眼。让他偷，你跟一个贼计较什么呀？回去玩，别计较啊！要不说老板厉害呢，自从不计较得失之后啊，同事们格局一下就打开。好，再来。谢谢谢谢。你这是？隔壁公司需要办公设备，我让他们从我们公司领，免费赠与。这不好吧？毕竟都是损失。你看你就是太计较得失。涛，你们年轻人不计较得失，都不干活了，那我呢？你得计较啊！你不年轻了，要养老金一分不能少。大爷，你怎么看的门？我车被偷了。你看你幼稚，都跟你说了，年轻人不要计较。公司怎么没人了？你让对面撬走了。他跟对面公司人事处对象了，把人拉我们公司大群里了。结果第二天我们同事全让人挖跑了。那我说刚加上好友，他就非得说要认识我同事，让我拉他进公司群，说要了解我的圈子，真他妈下头啊！你拉了？拉了呗。你是怎么发现公司被偷家的？那女的混成群主了，直接把群名改成对面公司的了吗？把我们这些原公司参党都给踢出群聊了。你这哪是谈对象，你这不谈个特务？哎，回来了！我早就看出来你们这批员工是最忠心的。回来拿点东西。既然能被对面挖走，那说明对面确实好啊。公司不先找原因，赖我干什么？方便问一下，对面是用什么价格挖走员工的吗？公司给多少工资，他们就多给100。卑鄙！人家还说呢，我们这儿能面进来的人肯定有用，这样人招起来自己省事多了。没想到先拿我们筛选一遍。你说上火了？就剩我跟你了，太瞧不起人了。闯哥，现在就剩咱俩了，那咋办呀？你问我，推我当初还教你怎么送礼物追他，你还教他？我这杀手锏都给你拿出来了，我是让你去谈特务的呀。行了，闯哥，他挖了一圈也没挖你，你不找找自己原因吗？达令，要不你把我们也挖走吧？不要了，涛，剩下的都是废物。公司就剩你们几个废物了，作为老板你怎么看？损失挽回不了，但仇我一定要报。我已经联系了职业杀手，老板，我不允许你对他不利。目标就是你。整他也行。听说你们公司都不干活了。那不是不干，是只干一半。公司最近效益不好，老板说给我们一起起降薪，说的工资减半嘛。那我们现在上班就上半天，其余半天愿意干啥干啥，摸鱼。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呀？工资减半了，那工作时间也可以减半。你要是不小心多干了，那多对不起那点工资。你是怎么用半个屏幕工作？我在控制工作效率。为了防止工作量产出超标，我让他把另半个屏幕封印了，效率降低了一半，和薪资相匹配。这样是不满意，你再去和老板沟通一下的。沟通了没有用啊，老板说了让我们适应适应，说坚持俩月就好了吗？我们减半了，那老板的收入也得减半啊，那都一个公司的，那不得同甘共苦吗？涛哥，客户说要结尾款了。你等等，你告诉他给一半就行，别给多了。那老板觉得我咋办呢？你让他适应俩月就好了。在工作没有压力的情况下，降薪其实也不是不能接受哈。同志们利用其余时间该吃吃该喝喝，过得比以前的滋润。我不太滋润，老板降薪就算了，还把五险一金也停了。我最近看病又花了不少。对工资减半的行为，你们是不是很怨恨老板？我觉得工资减半的决定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你就像他半途而废的人生，和他的事业一样，半死不活。涛哥，你们工作量都减半了，那我那大门还开不开门了？大爷，你看你就不灵光，你看门只看左边那办事儿，右边门来人随便进，他就是开辆坦克进来也不归你管。好嘞。公司现在就这制度，干啥都干一半，让他适应适应就好，是吧？他不睡了？老板让我给他发这个月财务报表，给他发一半，剩下的让他猜。身为老板你怎么看？这种行为就是小孩子赌气，在我看来非常幼稚且可笑，我根本不会在意。走吧，再见。走不了了，我只能送一半，剩下的路你自己走吧。
我们从冰箱里拿饭，一打开冰箱，我以为进厕所了呢。臭豆腐、螺蛳粉，还有个半开的鲱鱼罐头，给我们兄弟把饭全扔了。那冰箱是公司的，又不是他们的，我想放啥放啥呀。那都是吃的，怎么那么矫情呢？他们受不了就别用啊。这么要大的东西，为什么不放家里冰箱呢？我家没有啊，那买冰箱不得花钱吗？那还费我家电，买那干啥？那冰箱是放食物的地方，不是他养蛊的地方。现在的冰箱整的跟潘多拉魔盒似的，你永远不知道下次打开冰箱有什么惊喜在等着你。那公司的冰箱我有使用的权利啊，那谁受不了可以不用。谁又给我贴上了？办公室味儿挺大的，你这么做是不是太没素质了？我这个人素质一直不怎么样呀，爱用用不用管。你这样子不太好。你也管？他啥东西都往冰箱里放，我们现在兄弟都没法工作了。味道确实挺大的。是啊，那楼下保安过来路过瞅瞅，都以为啥东西死里了。干啥去？去厕所喘口气儿。带我呀。反正我闻着没啥味儿，他们就是太矫情了。活不起就死，矫情你妈！你这是往冰箱里放饮料吗？这是我下午要去送宴的。你看着没？多吓人呢！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放不了的。看来得换个冰箱了。公司地方本来就那个东西清出来，我们就让他和他的炼金罐一起离开办公室。创哥，我错了。想留办公室行，我们新买的冰箱你一下不能碰，听见没？那我现在拿出来。你又放进去了？没事，我拿出来。听说你把客户气跑了啊？公司接了个客户，那客户信佛，小涛一听站起来了，说跟他专业对口，自告奋勇去接待，结果约人家客户去教堂谈的生意，给人客户气跑了。那职场应酬我强项啊，那客户有信仰，那我就顺着他来呗，我就带他去了教堂，预祝我们合作顺利。怎么带人家去教堂呢？不怕客户骂你吗？没事，他不敢。你说他信佛骂我不破戒了吗？那我真服了，他办事不长脑子吗？那教堂跟佛祖能是一个单位的吗？那反正都是信仰，就当串门了呗。那客户就是太小心眼了。那客户没生气吗？还行，挺理智的。那客户怕自己动手破戒，说找人要弄死我。那客户到了教堂就开始念经道歉呢，人客户信了半辈子佛，差点让小涛把墙角给挖了。你这不逼着客户跳槽呢吗？那我是奔着曾经合作去的呀，我还送客户一个招财猫，讨个好兆头呢。方便展示一下吗？这手势不太礼貌。不是，这是寓意着客户如日中天吗？如啥日中啥天呐？先是挖墙角，然后再竖中指，那客户生气直接走了。那老板打算怎么处理？扣奖金。你就不内疚吗？那还行，那就是老板现在看我的眼神不那么和蔼了。那不过我准备将功补过，那客户信佛，我准备了一幅开过光的字画送给他，我觉得事情还能有转机。员工气走客户，作为老板你怎么看？小涛也算是老员工了，老板要给员工犯错的机会，而且他现在已经去给客户道歉了，我相信他。老板，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？事情有转机了吗？事情变得棘手了。你们怎么站着办公？那站着能让我们时刻保持清醒，不然犯困影响我们工作效率。最近公司效益不好，老板让我们走出舒适圈。小涛站起来了，说坐着办公太舒适了，影响效率，就建议我们站着办公。我们现在一站一天，腿都不带打弯的。那我实话实说呀，你坐着就是效率低，我不也是为了公司着想吗？你干啥呢？站累了，坐会儿。你坐你妈呀！罚款50，我给你记上。你看着没？多可恨呢！现在把椅子全给我们撤了，谁坐谁罚款，给我们站的腿都硬了。你这他妈不祸人吗？一直站着挺累的，你就没替同事们考虑一下吗？我考虑了呀，虽然办公是站着的，但是上厕所不就蹲着了吗？你又能拉又能休息，这不就劳逸结合了吗？你等会儿，你上厕所把你午饭带上，你这里面一块解决了，你出来吃耽误工作时间。让同事去厕所吃饭不好吧？你进出同步嘛，你该拉拉该吃吃呗，两头离那么远，井水不犯河水的，还能节省时间。同事们现在边上厕所边吃饭，上下两头忙活，这节省工作时间吗？现在给我们同事恶心，中午都不敢吃饭了。哎，我刚去厕所吃饭，受不了考虑了。你不刚买的吗？对你意见挺大的。强者从不抱怨大环境，他们就是舒适太久了，我必须给他们改好。我觉得每个月都能领到底薪，让很多不思进取的同事变成了混吃等死的废物。为了激发大家潜力，走出舒适圈，我决定向老板提议取消底薪，少劳少得，你不干就没饭吃。那要是多干了呢？多干是应该的。哎，你出来，来，你出来！你别这么干啥呀？赖上你！不是你老公，你能干啥？我请老板吃饭，想跟老板打好关系，同事非得跟我一块儿来。那到那儿以后，他给老板又敬酒又点菜的，老板以为是他请的，就给他升职了。那我花的钱功劳全让他给抢了。确实是他付的钱不假。那我看他到饭桌闷头就是吃，那老板都冷场了，那我说话跟老板互动互动，那不也很正常吗？他自己没有眼力劲儿来谁呀？那我饿了，你省他先吃点儿。那他跟老板就喝上了，那明明是我付的钱，老板还以为我是那个蹭饭的，那太气人了。应该
该是同事太过热情，让老板误会了。你说他一边夹菜一边问老板这家合不合胃口，那好吃再加，他还大方上了，你这不就是故意的吗？那我也没跟老板说是我请的客啊，那老板自己以为错了，你这赖我干啥呀？不赖他赖谁？我吃一半了，老板说让我别蹭了，还要把我撵出去。那我付钱我结账，还要撵我，那我能不委屈吗？他给老板敬酒，从头敬到尾，喝了好几箱都玩命呢。老板误会了，你没跟老板解释一下吗？老板让我闭嘴，说再开口就让我滚。那我也没好哪去啊，我跟老板喝了一宿，都给我喝懵懵了都。涛确实挺吃亏的，要不还是跟老板说清楚吧。说呗，我也不是那愿意占便宜。你说？你快跟老板解释清楚吧，我都快冤枉死了。行，你小心眼一样。哎，老板，怎么了？是昨天的饭吧？你就当是小涛请的吧。是小涛让你说的吧？啊，对，是他让我这么说。不是咱说一顿饭不按，他能咋的？你是不是？咱就那么个人。老板过生日，那同事们请老板吃饭，结果他们快吃完了才叫我。那我一去，老板让同事全喝醉了，就站那个服务员在那等我结账，那太欺负人了。那都是同事帮着付个钱，咋的了？那我们也确实是喝醉了，断片了，没什么意思了，你咋付钱呢？他放屁！我一结完账，他们全拍拍屁股站起来了。那李闯临走的时候还提了2瓶茅台，还是飞天的，还说回去做酱香拿铁。那醒酒的醒这么快吗？确实太快了点啊！我说我今早醒的，这桌子上怎么多2瓶茅台呢？我还寻思谁送礼了呢。我断片了，我确实不知道啊。你过分了啊！那玩意多贵呀，俺们几个才拿1瓶。那我爸也爱喝，我也不能忘了他呀。他和他大爸用我的钱孝敬他父母，要不要点他怎么这么孝顺啊？反正这钱我不掏，你让他们赶紧把钱还给我。这老板过个生日，他怎么还斤斤计较上了呢？那我们这不也是替他考虑吗？平时老板就不待见他，这不行，特意给他留个表现的机会吗？也让老板看到他的闪光点吗？那也不能删我钱包啊！我昨天刚发完工资，今天就给我闪没了。我是付完账，现在分币不剩，我以后可怎么生活？他们就是看老板喝醉了没人结账才叫我来的。你们是故意不叫他的吗？刚开始确实是忘了，后来不也想起来了吗？后来是怎么突然想起来了？老板当时喝多了，看前台有条狗跟小涛挺像的，那还对着那狗说：“小涛你怎么来了？”是的，你也别太难过，至少你掏的钱，老板知道了会对你刮目相看。那我得跟老板说说，我的钱不能白花。老板，昨天的饭钱不是 AA 的吗？你把钱转给大家就行了。不是老板，那饭钱是我结的，你昨天喝醉了没看见。我以前一直以为你只是好吃懒做，没想到你还撒谎。你给你当员工是真倒霉。熬夜加班1个月赶项目，老板说要给我们发奖金。小涛站起来了，说我们加班不是为了钱，给我们钱就是羞辱我们。说的老板惭愧的收回了决定。看到老板用钱来侮辱同事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站起来把同事们的奖金挡回去了。我说老板，你把我们想成什么人了？你还挺有骨气的，那你不想要那奖金吗？你项目没参与，我分不着。老板高兴的脸都红了，拍着桌子夸他，这还让我们跟他学习，他凭啥代替我们做决定啊？咋的，显得他清高啊？那我认为同事不是这么肤浅的人，那没想到他们这么小心眼儿。再说了，老板说过要把公司当家呀，那为家里办点事儿，你钱不钱的不都见外了吗？那不如好好享受加班带来的快感。你这么做确实挺不道德的。我道德一直不怎么样。老板好不容易大方一回，好人让他当了，损失我们几个来承担。那我们奖金咋整啊？他赔啊？就为了点钱斤斤计较，多世俗啊！那不如把钱留着建设公司。那万一哪天公司倒闭了，他们怎么生活？那他们不得分清这一顿撑跟顿顿饱的区别吗？那我们在公司这么些年，那也没保过呀。再说那项目跟他1毛钱关系没有，他都没参与，他咋那么不要脸呢？我还寻思发奖金买个鞋。那我还是那句话，那强者从来不抱怨大环境，他们活不下去，只能说明他们是一帮废物。但是他们现在对你意见很大，我对他们意见也不小。作为老板你怎么看？其实小涛也算是要资历有资历，要能力有资历的老员工了，为公司着想也很正常。老板，他们要揍我，不怕小涛，这不有我的吗？还是老板你好啊，我给你报工伤。你是真贱。